武汉呢，终于退出了高温收支模式，地面上呢，受那个台风的影响啊，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下雨了。看到马路上的人们呢，脸上露出了洋溢的笑容，每个人都喜笑颜开。但是大家好像被前段时间的高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然后可以看到还是穿的是那个防晒衣，头上呢还戴着草帽，生怕这个温度呢不会降得太低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电动车上面呢也有那个雨衣，然后这个温度呢并没有降得太低啊。虽然说这个高温收支模式啊，就是连续的37度、38度、39度，但是呢，天气预报从来没有报超过40度。反正呢，我有朋友啊，前段时间呢测那个温度啊，有的48度，有的60度，我都不知道他60度是怎么测出来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呢就是那个台风啊，格美了，经过的时候啊，然后留下了一个痕迹，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。你们那里有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啊？今年这个台风啊，听说是很强的一个台风，说是那个什么天然的空调啊，然后从台湾省的那个南部还是那个西部呢，然后把它东部啊，然后把它登陆嘛，然后延伸到浙江啊、江苏啊、江西啊这些地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前段时间的高温呢，都快把人热傻了，热蒙圈了，感觉那个鸡蛋啊，放点油啊，就可以直接起锅烧油，可以在地上可以直接开始吃了。当然还是得一个铁锅的才行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每个人都拿了雨伞，这两天呢都报的有大雨，但是我感觉啊，这个雨呢虽然下了一点点，但对降温呢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现在呢好像是那种高压锅模式了，又闷又热，又是汗如雨下，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热，人呢都有点喘不过气。武汉的热呢跟那个别的城市的热不一样，别的城市热就是比较干比较热，但武汉这边的热是湿热。然后有个人呢就采访一个非洲小伙，他说他问你们是你们非洲老家热还是湖北武汉热？他说我就是湖北的，我是湖北人，只是我被晒黑了而已，是不是很好笑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马路上呢还是有很多的那个电动车经过，然后可以发现呢都带的是那种遮阳的棚啊。反正武汉人现在出门呢必带一把遮阳伞，不管是下雨也好呢，还是那种大太阳也好，都能够遮阳避雨。你看这个电动车上面呢也有这个遮阳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雨后呢还是比较凉快的，但是我刚刚呢还以为今天会很凉快的，没想到啊这个雨呢只下了一会儿，又开始高温，然后就是像空气炸锅一样的在里面，反正整个人呢闷闷的，然后整个人的心情呢都是比较闷闷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已经没有下雨了，但是还是打着伞，证明这个阳光紫外线还是很强的。真想学会玩那个游戏啊，把那个后羿请过来，给那个天上太阳给他一下，把它射下来呀，真的是这个太受不了了。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？还有呢，就是为什么冬天的太阳它要大一点，但是那个温度呢反而呢会没那么强烈，紫外线没那么强，但是呢夏天的太阳明显要小很多。为什么离地球那么远，它的这个温度啊为什么会高一点？朋友们有没有懂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马上到十字路口了，看到没有？其实呢这些伞呢都不是雨伞，而是遮阳伞，然后主要是为了防晒吧。你看看武汉人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啊，这么高的温度，而且武汉呢最近也被评为了全球10佳的一个排名第10嘛，就是居住城市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武汉的冬天大雪啊、冻雨啊，夏天的暴雨啊、倾盆大雨啊，那种高温天气，真的宜居吗？说实话，武汉到底有哪里好玩的？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挺好玩的。长江大桥啊、东湖啊，然后还有很多黄鹤楼啊，各种景点啊，都是免费的。好了，这就是那个格美台风经历过武汉之后，街面上的真实现状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呢不见不散。你们那里受到台风的影响了吗？有没有降温？还是依然是高温？
蒸煮模式，反正武汉热的真的人快蒙圈。